他们从普通人转变成有着7位数财产的成功人士的原因之一，在于其富有的习惯。这句话出自美国作家托马斯·科里，他花了整整5年时间，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及128位穷人的日常习惯，并出版了《富有的习惯》一书，为我们揭示了穷人与富人的根本差距，分析了富有的习惯与贫穷的习惯的区别，同时给出了改变和培养习惯的有效途径。他在《富有的习惯》中写道，通过研究，我发现你的日常习惯会透露出你在生活中能否获得成功。习惯预示着一种因果关系，习惯决定着财富、贫穷、快乐、悲伤、压力、关系好坏、健康与否。科里说，好在是所有的习惯都是可以改变和培养的。让我们来看看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培养的亿万富翁的13条富有的习惯。1. 他们经常阅读。股神巴菲特在出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活动时表示，他成功的秘籍是每天阅读500页。孙正义曾在2年内读完4000本书，比尔盖茨也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。富人更愿意学习而非娱乐。克里写道，88%的富人每天会至少阅读30分钟，内容以自学和自我提升类阅读为主。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了娱乐而去读书，富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。克里发现他们倾向于阅读3类书：成功人士自传、个人修养或发展类书籍、历史类书籍。2. 他们坚持锻炼。76%的富人坚持每天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。克里写道，有氧运动包括跑步、短跑、快走、骑自行车等等。有氧运动不仅对身体好，对大脑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他写道，有氧运动可以增加神经元，体育锻炼还可以增加体内葡萄糖含量。葡萄糖就是大脑的燃料，大脑获得的养料越多，发展就会越好，你也会变得更加聪明。3. 他们结识其他成功人士。你会和你常常来往的人一样成功。克里写道，富人总是在寻找目标明确、乐观热情、心态积极的人做朋友，另外也要避免与负能量的人或影响接触。克里强调，负面的、消极的批评会让你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。4. 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。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可以让你产生长期的幸福感，最终转化成大量的财富。有太多人犯了追逐别人梦想的错误，富人则不断完善自己的目标，坚韧而激情满满地追求他们。激情让工作更有趣。克里写道，激情给你提供克服失败、错误、拒绝的能力、坚持和重心。5. 他们坚持早起。在克里的研究中，一半以上自力更生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士，至少在工作时间前3个小时起床。这是对付日常工作突发情况的一种解决策略，比如开会时间太长、路况太堵、要去学校接送孩子等等。这些突发情况会对我们产生心理影响，改变我们的潜意识，最终会让我们觉得生活已经失控。克里写道，早晨5点起床，完成你今天工作中最重要的3件事，这会让你重新掌控你的生活，给你一种你在主导自己生活的自信感。6. 他们有多种收入来源。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不会依靠单一的收入来源，他们有多重收入方式。在我的研究中，65%的富人在他们赚得第一笔100万美元之前，已经有至少3种收入来源了。额外的收入包括房地产租赁、股市投资、副业的部分所有权等等。7. 他们有自己的导师。找到自己的导师可以让你更快积累财富。克里写道，成功的导师不仅仅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，通过指导你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他们可以定期的活跃在你的成功道路上。他们与你分享有价值的成功经验，这些经验要么来自于他们的导师，或是来自曾经失败的打击。8. 他们有积极的人生态度。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马克·库班，喜欢 NBA 的朋友一定不陌生，就是那个达拉斯独行侠队的老板。他曾说过，只有当你有积极的精神态度时，你才能获得长期成功。在我的研究中，积极向上是所有自力更生成为亿万富翁的标志。问题在于，大部分人无法确定他们的想法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。他解释道，如果你停下来听听自己的思想，感受他们的存在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想法都是消极的。但只有当你强迫自己去看清内心时，你才会意识到这些消极思想的存在，意识到它们存在是最关键的。9. 他们不从众。我们总是希望融入到社会中，适应这个社会，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因此我们总会尽力不让自己过于突出，但是无法让自己和他人区分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成功的原因。成功人士创造自己的圈子，并把他人拉进来。克里说，你需要让自己突出，然后创造你自己的圈子，让别人来加入你。10. 他们举止礼貌。自力更生的亿万富翁掌握了社会礼仪的重要原则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，你也需要掌握同样的原则。这些礼仪包括寄送感谢信、记得重要的日期，比如结婚纪念日、生日等等，掌握餐桌礼仪以及在不同场合的正确着装。在一些场合穿正装，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可靠并值得信赖的人。11. 他们帮助他人成功。
帮助其他人追逐目标和梦想并获得成功，这也可以让你从中受益。如果没有其他成功人士，那么成功也是很难定义的。如果想要成功，最好的方式是首先帮助他人，但是你不应该给所有人提供帮助。克里说，你只应该帮助那些乐观的、有明确目标的、积极的追逐梦想的人。12，他们每天花15到30分钟思考。思考是他们成功的关键，克里发现了这一点。富人倾向于在早晨独立思考至少15分钟，他们每天早上头脑中思考很多事情，这些事情既包括事业和财务，也包括健康和慈善。他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：我怎么做才能赚更多钱？我的工作让我开心吗？我锻炼时间足够吗？我还可以参与哪些慈善活动？13，他们寻求反馈。因为害怕批评，所以我们很少向他人求助反馈。但是反馈是了解做事正确与否的关键。反馈帮助你了解自己是否仍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如果反馈是批评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元素。此外，反馈可以让你改变重心，体验新的视野和道路。正如克里所说，反馈提供给你的信息，让你可以在任意企业中获得成功。这13条习惯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行之有效地塑造了一个富有人士的形象。谁都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能够戏剧性地获得财富，改变人生。但这13条习惯可以潜移默化地让你变得更优秀，而这也正是成长的真正意义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